准备好你的耳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走进一位沉稳如山、出手必胜的战国终结者王翦。他不是少年英雄，也非锋芒毕露的战神，但他是秦始皇最信任、最依赖的那个人。他不抢功，不邀宠，只求一战定乾坤。在秦国征服6国的征程中，王翦是终局之人。他灭赵、破楚、取齐，所率之军从无败绩，每一步都精算每一人、每一两。他曾狮子大开口，向始皇索10万大军，背后却藏着对权力的深刻洞察。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后人，兵贵神速，更贵稳准狠。他不是冲在最前的那把刀，但却是最后刺入心脏的那一剑。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深藏不露却最终改写天下格局的冷面之将王翦。在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7国争霸，生灵涂炭，所有人都以为天下大乱是常态，战火永无止境。可就在这片乱世之中，在西方那个被6国瞧不起的蛮夷之秦，一个蛰伏了数百年的庞然大物，正在积蓄着它吞噬一切的獠牙。而王翦就是这头巨兽最锋利的那颗牙，是他将秦国长久以来的战略布局一步步化为现实。他不是那种冲锋陷阵、以一当百的莽夫，他是战场上最冷酷的棋手，深谙人性、政治以及战争的一切规律。他第一次真正走入历史的聚光灯下，是在秦王政21年，公元前236年。那一年，他奉命攻打赵国。彼时的赵国虽然国力衰退，但余威犹存，更别提还有一代名将李牧坐镇。但王翦的目光却盯上了赵国东北部的豫语，一个偏远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地方。他没有直接与李牧硬碰硬，他要的是蚕食，是绞杀，是慢慢的让敌人失血而亡。你知道吗？一个真正的战略家在出兵之前就已经看到了这场战争的终局。王翦就是这样的人。他率军兵锋直指豫语，那不是一场简单的攻城战，那是一场心理战，一场消耗战。他带着他的铁甲秦军像潮水一般涌向赵国边境，每一步都带着秦特有的那种冷酷与精准。赵国上下，从国君到百姓，都在惊恐地看着这支军队。他们知道秦人来了，那就意味着血与火，意味着家园的破碎。豫语城高墙后，赵军拼死抵抗，但王翦没有丝毫的急躁。他深知战争不仅仅是实力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他命令秦军不惜代价的猛攻，日夜不停。城下的赵国士兵被轮番压制，他们的眼神从最初的悍勇逐渐变成了疲惫，变成了绝望。攻城锤一次次撞击着城门，弓箭手们将密集的箭矢射向城头，每一箭都像是在敲击着赵国残存的希望。秦军的呐喊声震天动地，他们的军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宣告着赵国命运的终结。赵国将士们倒在血泊中，但秦军却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冰冷而高效。终于在无数次冲击下，豫语城墙被攻破，赵军的抵抗土崩瓦解。那一刻，王翦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的波澜，仿佛这只是他计划中再寻常不过的一步。他要的是瓦解赵国的抵抗意志，为后续的全面进攻打开一道缺口。随后秦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克赵国9座城池。但王翦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真正的硬骨头还在后面。李牧，这个赵国最后的屏障，绝不会轻易退让。所以他命令军队原地驻扎，休养生息，等待时机。他是一个极度耐心的人，像一只潜伏在草丛中的猛虎，不发出一点声音，直到猎物完全暴露在他的视线中。他知道赵国朝堂早就腐朽不堪，内部的争权夺利比前线的战火还要猛烈。于是王翦开始了他最擅长的心理战和离间计。他派出了大量的间谍，带着大量的黄金，
秘密潜入赵国都城邯郸。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散布谣言，贿赂赵王谦身边的大臣，让他们在赵王耳边不断地诋毁李牧，说他拥兵自重，意图谋反。你可能会觉得，一个国家竟能因内斗和猜疑轻易放弃守国之将，但你要知道，一个末代君王，他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和多疑。赵王谦，一个庸碌无能的君主，早就被李牧的赫赫武功震慑住了。当那些大臣们在他的耳边添油加醋地说着李牧的不忠时，赵王谦的心里那颗怀疑的种子便开始疯长。王翦深谙此道，他知道一个君王最大的恐惧就是被臣子背叛。那些金银财宝像毒药一样腐蚀着赵国朝堂的根基。大臣们收受了秦国的贿赂，为了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惜出卖国家的利益。他们不断地向赵王谦告状，夸大李牧的权力，渲染他的威胁。李牧的每一次胜利，在赵王谦看来都成了他将来谋反的证据。他的威望越高，赵王谦就越感到不安。王翦在远处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的嘴角或许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知道，这比直接打一场硬仗要有效得多，因为一个人从内部的崩溃是最无法挽回的。终于，在王翦不懈的努力下，赵王谦做出了一个震动天下的决定。他下令解除李牧的兵权，并派遣赵聪和严巨去取代他。这个消息传到秦军营中时，整个军营都沸腾了。秦军将士们高声欢呼，他们知道赵国最后的屏障已经自己坍塌了。李牧被解除兵权，随后便被赵王谦所杀，一代名将就这样悲剧地陨落。当李牧的死讯传到秦营时，王翦的表情依旧波澜不惊，但他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金光。他知道，属于赵国的末日真正到来了。赵国自毁长城，为王翦的进攻扫清了最后的障碍。秦王政22年，公元前235年，李牧被杀的第2年，王翦率领秦军兵分2路，对赵国发起了最后的总攻。一路大军由王翦亲自统帅，直扑赵国都城邯郸；另一路则由他派遣的副将率领，扫荡赵国北方残余势力。邯郸，这座曾经繁华的都城，此刻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秦军如潮水般涌来，将邯郸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赵国军民早已失去了抵抗的意志，他们的精神支柱李牧已死，他们的国君自毁长城，他们感到绝望。秦军的攻城器械日夜不停地轰击着城墙，投石机将巨大的石块抛入城内，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伴随着城内百姓的哀嚎。弓箭手们密集的箭雨像蝗虫般遮天蔽日，让城头上的赵军无处藏身。王翦亲自督战，他的目光锐利而冰冷，如同鹰隼般扫视着战场。他不会给赵国任何喘息的机会，他要的是彻底的毁灭，使赵国版图从天下消失。在围城数月之后，邯郸城内粮草断绝，人心惶惶，疫病流行。赵王谦这位昏庸的君主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选择了投降。公元前228年，邯郸城破，赵王谦被俘，赵国灭亡。当秦军将士们涌入邯郸城，升起秦国黑色战旗的那一刻，整个中原都为之颤抖。这是秦国自长平之战后又一次对东方6国造成毁灭性打击。王翦用他超乎常人的耐心和冷酷的智慧，彻底铲除了赵国这个宿敌。他没有像白起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坑杀，他更注重的是政治上的瓦解和军事上的彻底摧毁。他用事实证明，有时候刀子不需要直接插进去，只需要悄悄地毒死敌人的内脏，就能达到同样甚至更有效的结果。而这一次胜利也让他在秦始皇心中的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王翦的传奇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比赵国更为庞大更为顽固的对手
楚国。秦王政23年，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攻打楚国的大计。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楚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兵力强盛，而且民风彪悍，一直以来都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最大障碍。历史上秦国曾多次伐楚，但都未能彻底将其吞并。这一次，秦王嬴政决心一劳永逸。在朝堂之上，秦王嬴政首先询问了各位将领的意见。年轻的将军李信此时正值壮年，意气风发，他率先站了出来，对秦王嬴政说道：大王，末将以为攻打楚国只需20万大军便可。李信的声音洪亮，语气中充满了自信。他刚刚在攻打燕国和齐国的战役中立下大功，自信心爆棚。他认为楚国虽然大，但战力并不强，只需精兵强将便可直捣黄龙。秦王嬴政听了李信的话，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他素来喜欢年轻气盛、敢打敢拼的将领。20万大军对于秦国来说是一个可以承受的数字，而且如果能以少胜多，也能彰显秦国的军事实力。然而，当秦王嬴政的目光转向王翦时，却看到了一张古井无波的脸。王翦，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秦王嬴政问道：王将军，你以为如何？王翦缓缓抬起头，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波澜，却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深邃。他语气平缓，却掷地有声：大王，攻打楚国非60万大军不可。此言一出，整个大殿瞬间陷入一片死寂。60万，这几乎是秦国全国兵力的一半，这意味着要倾尽全国之力孤注一掷。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李信更是直接反驳道：王将军，楚国虽大，但将士散漫，岂能用如此多的兵力？以60万大军攻之日，岂不是劳民伤财？末将以为20万大军足矣。秦王嬴政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他看着王翦，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不悦。他知道王翦老成持重，但60万大军这个数字着实超出了他的预料，也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巨大的消耗，以及对国家经济的巨大压力。他沉声问道：王将军，你为何如此坚持？王翦依旧不急不躁，他拱手对秦王嬴政说道：大王，楚国地广人稀，山川险阻，多沼泽密林，其民风彪悍，虽不善攻，但极善守。而且楚国兵力众多，能够征召的军队远超20万。更重要的是，楚国向来以拖延战事为策略，一旦我军深入其腹地，他们便会利用地形优势不断袭扰，切断我军粮道。20万大军恐难以支撑如此漫长的消耗战，而60万大军方能以压倒性优势从多个方向同时推进，彻底瓦解楚国的抵抗意志，使其无法拖延，无法反扑。王翦的话句句在理，但秦王嬴政听了却更加不悦。他认为王翦这是老迈保守，贪生怕死。他更愿意相信年轻有为的李信。于是他最终拍板采纳了李信的建议，命令李信率领20万大军攻打楚国。王翦见秦王嬴政心意已决，也不再多言，只是默默地退了下去。他知道有些事情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真正明白。他更知道这一次秦国将要付出血的代价。王翦回到家中后便称病不起，闭门谢客。他对身边的亲近之人说：大王不听老臣之言，执意让李信统兵攻楚，此战必败无疑。老夫若是不告病归乡，日后败局已定，大王定会迁怒于我，不如早早抽身，以免遭祸。他的这句话充满了洞察人心的智慧。他知道秦王嬴政的性格多疑自负，一旦战败必定会迁怒于谏言者。
他不是害怕承担责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留下一线生机，也是在给秦国留下一个可能扭转败局的机会。事实果然如王翦所料，李信率领20万秦军，信心满满地向楚国进发。然而，骄傲是失败的序曲。李信轻敌冒进，在攻克平舆和鄢郢后，便兵分两路，深入楚国腹地，企图一举灭楚。楚国大将项燕正是楚国最后的脊梁，他深知李信轻敌冒进的弱点。项燕并没有急于和秦军决战，而是采取了避其锋芒，诱敌深入的策略。他先是假装节节败退，又使秦军深入楚国腹地，然后他利用楚国复杂的地形，不断地袭扰秦军的粮道，切断秦军的补给。李信的两路大军在楚国腹地疲于奔命，粮草不济，士气低落。而项燕则趁机集结楚国主力，选择了一个绝佳的时机，对秦军发起了猛烈的反攻。秦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李信的副将蒙恬所率领的部队被楚军击败，而李信本人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20万秦军几乎全军覆没，李信本人也差点被俘。这是秦国自长平之战后遭受的最大一次军事挫折，也是秦王嬴政统一6国征程中最黑暗的一页。秦军将士的尸体堆满了楚国的战场，鲜血染红了大地。那曾经所向披靡的秦国铁骑，此刻却像折翼的鹰隼，哀嚎遍野。当李信兵败的消息传到咸阳时，秦王嬴政勃然大怒，他痛心疾首，悔恨不已。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将自己关在寝宫里，不吃不喝，整个人仿佛苍老了10几岁。他心中的怒火和悔恨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疲惫的脸，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他意识到统一6国的大业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然而在短暂的愤怒和沮丧之后，秦王嬴政迅速冷静了下来。他知道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而是要尽快弥补过失，挽回败局。他环顾朝堂，发现能够力挽狂澜的唯有那一位曾经被他轻视的老将王翦。于是秦王嬴政顾不得君王的颜面，亲自驾临王翦的府邸。当他走进王翦的府邸时，他看到王翦穿着朴素的衣裳，正在院子里悠闲地晒太阳。秦王嬴政走到王翦面前，语气谦卑，甚至带着一丝恳求：将军，寡人错了，寡人当日不听将军之言，导致李信兵败，损兵折将，辜负了秦国的重托。现在楚国气焰嚣张，危及秦国社稷，普天之下唯有将军能够力挽狂澜，请将军不计前嫌，再次出山拯救大秦。王翦看着秦王嬴政，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得意，也没有一丝的责怪，他只是平静地说道：大王，老臣年迈体弱，已无力再统帅大军，且老臣身体抱恙，恐怕难以承担如此重任。秦王嬴政一听，顿时急了，他连忙说道：将军何出此言？将军宝刀未老，天下无人能及，若将军不肯出山，大秦危矣。王翦见秦王嬴政如此诚恳，才缓缓叹了口气，说道：大王，若真要老臣出山，那必须要有60万大军，且老臣要全权统兵，不受任何人的掣肘。他再次强调了60万大军，语气坚定，不容置疑。秦王嬴政闻言，毫不犹豫地说道：60万大军，皆听将军调遣，寡人绝不干预将军的军务。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将军若是不放心，寡人愿与将军立下誓言，绝不悔改。王翦看着秦王嬴政，他知道这个曾经雄心勃勃的君主，此刻是真的被打击到了，也是真的放下身段了。他缓缓站起身，向秦王嬴政深深地施了一礼：既然大王如此信任老臣，老臣自当竭尽全力为大秦效力。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王翦的老谋深算才刚刚开始。
他知道秦王嬴政多疑的性格，虽然此刻秦王嬴政急于用他，但一旦大军出征，秦王嬴政很可能会担心他拥兵自重，会对他产生怀疑。所以在即将率领60万大军出征之际，王翦向秦王嬴政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要求。王翦再次拜见秦王嬴政，他对秦王说道：大王，老臣此番出征，凶险万分，生死难料。老臣家中世代为将，为秦国征战多年，立下汗马功劳。如今老臣年迈，恐再也无法回到咸阳。老臣斗胆，请大王在老臣出征前，先赐予老臣良田美宅、金银珠宝，以安老臣之心，让老臣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家业。秦王嬴政一听，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他以为王翦是真的爱才，担心自己战死沙场，所以提前为子孙后代谋取福利。他立刻大手一挥，赐予王翦无数良田美宅、金银珠宝，让王翦的家产瞬间富可敌国。然而王翦却还没有罢休，他一次又一次地派使者去咸阳，向秦王嬴政请求更多的赏赐。他的部将们都看不懂了，私下里议论纷纷，将军这是怎么了？平日里清廉正直，如今怎么变得如此贪婪？甚至有人担心王翦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或者是想借此敛财，然后退休享福。但是王翦的一个门客却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对王翦说：将军，您如此频频向大王请求赏赐，莫非是想让大王放心？王翦闻言微微一笑，赞许地看了看这位门客，他语气深沉地说道：你知道大王为何如此信任我，将60万大军交于我手吗？因为他知道我最在乎的是我的家族，是我的财富。一个将军如果身无牵挂，心无所求，那他便会变得难以掌控，也最容易被君王猜忌。而我不断地向大王索要赏赐，就是向大王表明我是一个贪财之人，我最在乎的是我的家族利益。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大王相信我不会有二心，我只是想为我的子孙后代谋取一份安稳的家业，这样大王才会放心地将大军交给我，不会担心我拥兵自重，更不会担心我效仿白起，功高盖主。这一番话让所有人都恍然大悟，王翦的智慧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谋略，他深谙帝王心术，知道如何让一个多疑的君主对自己放心。他用贪财来掩盖自己真正的战略意图，用索要赏赐来打消秦王嬴政的疑虑。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智慧，也是一种保全自身的艺术。公元前224年，王翦率领6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楚国。这支庞大的军队绵延数百里，声势震天。秦军战旗猎猎作响，士兵们身披重甲，手持利刃，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以及对王翦的绝对信任。王翦没有急于进攻，他深知楚国地广人稀，地形复杂，冒进只会重蹈李信的覆辙。他选择了一个稳妥的策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命令秦军在楚国边境修筑坚固的营垒，将60万大军分成若干个坚固的军事据点，相互支援，互为犄角。这些营垒不仅仅是驻扎地，更是前进的跳板和粮草补给点。他命令士兵们日夜操练，巩固防线，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囤积粮草，以备长期作战。他知道对付楚国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楚国大将项燕得知王翦率领60万大军而来，心中也感到震惊。他知道王翦的厉害，也知道秦军的强大。他没有贸然出击，而是将楚国主力部署在重要关隘，严阵以待，试图与秦军打一场消耗战。项燕认为秦军劳师远征，粮草补给困难，只要拖住秦军，让他们耗尽锐气，再趁机反击，便可击败秦军。然而项燕低估了王翦的耐心和秦国的国力。王翦在楚国边境
整整驻扎了1年。这1年里，秦军没有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只是不断地修筑营垒，训练士卒，派遣小股部队进行袭扰，摸清楚军的虚实。他甚至命令士兵们放下武器，在营地周围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他还要士兵们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打发时间，甚至让士兵们回家探亲，轮流休假，以保持士气。楚军将士们看到秦军这种无所事事的样子，都感到十分困惑。他们原本以为秦军会像饿狼一样扑过来，没想到秦军却像一群农夫，每天都在修筑营垒，耕种土地。时间一长，楚军将士们便开始松懈下来。他们认为秦军是贪生怕死，不敢与楚军交战。楚军统帅项燕也开始放松了警惕，他认为王翦老迈保守，不敢与他正面交锋。他甚至命令一部分楚军回家休假，或者去从事农业生产，以减轻粮草压力。项燕在心里盘算着，秦军在楚国边境待了1年，耗费了大量的粮草，士气也应该消耗殆尽了。他认为秦军已经失去了锐气，现在是时候反击了。于是他命令楚军主力开始向秦军营地靠近，试图寻找战机。然而这一切都在王翦的算计之中。他每天都派人去探听楚军的动向，观察楚军的士气。当他得知楚军开始放松警惕，甚至遣散部分兵力时，他知道时机到了。他秘密召集将领们，下达了总攻的命令。秦军将士们在营地里闲散了1年，早已养精蓄锐，磨刀霍霍。当他们听到总攻的命令时，所有人都兴奋不已。他们知道，等待了这么久，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仗了。秦军如猛虎下山，突然从各个方向对楚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楚军猝不及防，他们没想到秦军会突然发起总攻。楚军将士们在经过1年的懈怠之后，早已丧失了斗志，他们的防线瞬间土崩瓦解。王翦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直插楚军中路，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将楚军的阵型从中劈开。秦军将士们奋勇向前，他们喊杀声震天动地，他们的刀枪剑戟无情地收割着楚军的生命。楚军统帅项燕虽然拼死抵抗，但面对秦军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以及秦军将士们的如狼似虎，他最终也无力回天。在这场决定楚国命运的决战中，项燕战死沙场，楚国主力几乎全军覆没。秦军乘胜追击，一路向南，势如破竹。楚国残余势力在秦军的猛攻下节节败退，最终被彻底消灭。公元前223年，楚国被彻底灭亡。当楚国都城寿春被攻破，秦国的黑色战旗插上城头的那一刻，天下再一次为之震惊。秦国用他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王翦无与伦比的战略智慧，彻底征服了楚国这个最大的对手。这场战役耗时1年半，投入60万大军，最终以秦国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他不仅彻底消灭了楚国，也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灭亡楚国之后，王翦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率领秦军向南进发，攻打百越之地。他知道，统一天下不仅仅是要消灭6国，更是要将整个华夏文明的版图扩张到极致。他命令秦军开凿灵渠，连通湘江和漓江，打通了中原与岭南的水陆交通，为秦军南征提供了便利的补给线。在王翦的指挥下，秦军陆续攻占了百越之地，将这片广阔的土地纳入了秦国的版图。公元前222年，王翦的儿子王贲在王翦的指导下，攻占了燕国和齐国的最后残余势力。燕王喜被俘，燕国灭亡。而齐国这个曾经富庶强大的国家，在秦国的强大压力下，最终选择了不战而降。齐王渐向秦国投降，齐国灭亡。至此，从秦王嬴政10年首次大规模攻韩，
到秦王政26年灭齐，仅仅用了16年的时间，秦国便彻底统一了6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当秦始皇在咸阳举行盛大的典礼，宣告天下统一的那一刻，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君主，而站在他身后的王翦却显得格外低调。在天下大定之后，王翦没有选择继续留在朝堂之上，而是功成身退，告老还乡。他主动放弃了所有军权，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他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深谙帝王心术，知道一个君主在统一天下之后，最忌惮的就是那些功高盖主的老臣。他不想成为下一个白起，也不想成为下一个蒙恬。他回乡之后，不再过问政事，安享晚年。他拒绝了秦始皇的多次征召，每次都以年老体弱为由婉言谢绝，这让秦始皇对他更加放心，也让他得以善终。他的儿子王贲也成为了秦朝的重要将领，继续为秦朝效力。王翦父子用他们一生的戎马生涯，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王翦，他不是那种挥斥方遒、意气风发的浪漫英雄，他更像是一个冰冷的、精确的、没有人情味的战争机器。但他正是靠着这种冷静、耐心，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战争规律的精准把握，才得以在那个血腥的时代为秦国、为中国奠定了统一的基础。他不像白起那样杀伐决断，也不像李牧那样孤忠悲壮。他是一个最懂生存智慧的将领，他懂得进退，懂得取舍，更懂得如何在一个多疑的君王面前，既能建功立业，又能保全自身。他以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能够真正善始善终的少数开国功臣之一。他的故事没有那么多的激情与悲壮，却充满了深邃的智慧和冷酷的现实。他不是传奇，他是传奇背后那只推动巨轮前进的最稳健的手，是大秦帝国的真正缔造者之一。